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新剧《蜀锦人家》为什么不敌《锦衣之下》？深度解析口碑与热。2016年，谭松韵凭借着《锦衣之下》一举成名，不仅收获了观众的喜爱，更是赢得了不少奖项，成为了当红的小花。然而，时隔几年的她却在最新的古装剧《蜀锦人家》中遭遇了不小的挑战。剧集开播以来口碑平平，热度持续低迷。与之相对，《锦衣之下》却是自2020年以来播放量最高的古偶剧，引发了人们对这两部作品的热烈讨论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谭松韵主演的《蜀锦人家》究竟为何会不敌《锦衣之下》？让我们挖掘背后的原因，寻求答案。在这个盛产古装剧的时代，各种清新脱俗的剧情层出不穷，让观众眼花缭乱。而谭松韵再度领衔古装剧，众人自是期待。然而，有人却在观剧后感到失落与不解。为什么同样是谭松韵主演《蜀锦人家》的热度，却远不及《锦衣之下》？虽然前者在优酷平台的热度峰值仅为8500，播放量同样惨淡，但后者在播放期间替观众带来了7845万的极均观看 data， 成绩独占鳌头，成为无法超越的标杆。首先，剧集开机时间上相隔整整6年，《锦衣之下》早在2017年就已启动，而《蜀锦人家》则在2023年才正式亮相。这段时间的差异，使得谭松韵在角色呈现上的状态变化显而易见。《锦衣之下》中，当时27岁的她展现出的是一个灵动少女形象，而在《蜀锦人家》中，已经33岁的她稍显疲态，古灵精怪的角色设定逐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观众很难再将其与年轻活泼的角色相联系，这种代入感的缺失影响了观众对剧集的总体印象。除了谭松韵自身的年龄变化，角色的塑造也是影响口碑的一大因素。在《蜀锦人家》中，谭松韵饰演的少女形象显得有些牵强，大多数观众对此表示不满。尽管她在尝试一遍遍地诠释古明媚少女的性格，但其原声的使用甚至引发了争议。原声对于少女人设的表现显得不够贴切，观众觉得其声音与角色的古典气质存在割裂感。这种失衡感让观众很难进一步投入到剧情之中，必然造成剧集吸引力的下降。在聊聊《锦衣之下》的成功，除了谭松韵的出色表现，剧中配音的使用也是一大加分项。通过配音的辅助，角色的情感得到了更加细腻的呈现。在观众的心目中，声音与角色的匹配度直接影响到其代入感思维，而《蜀锦人家》在这点上显然没有做到，影响了整体的观感效果。观众更容易接受一种带有古韵的音色，而谭松韵此次选择原声，给人一种现代感的错位，引来不少差评。再说说《蜀锦人家》的男主郑业成，其外形和气质也遭到观众的质疑。尽管在剧中他承担着重要角色，但其形象设计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。观众普遍对他的外表产生了较大分歧，特别是其双眼皮让一些观众认为不够真实，甚至有人揶揄其为古欧丑男。在古装剧中，男主的形象往往直接影响到剧集的受欢迎程度，郑业成在这一点上的短板，让观众在看剧的过程中难以投入。相较于《锦衣之下》中角色的立体感与吸引力，《蜀锦人家》的男主可谓是再度降低了观众的收视期待。除了演员表现、角色塑造与观众期待之外，近年来古装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，优酷平台上的古装剧扎堆，使得受众对新剧的要求不断提升。《蜀锦人家》的单一故事线与创意匮乏，使得其在众多竞争对手面前显得略显无力。而锦衣之下通过丰富的情节推进和角色间的关系变化，
成功吸引了大批忠实粉丝。对于观众来说，好的剧情无疑是推动观看的最大动力。观众宁愿重温经典，也不愿意接受一些新尝试，这也是造成剧集热度差异的原因之所在。归根结底，蜀锦人家未能达到观众的期待，不仅仅是谭松韵年龄和外形的问题，更在于整个剧集的创作层面。面对观众对故事和人物之间关系的更高期待，蜀锦人家显得捉襟见肘。未来的古装剧创作当如何突破这一瓶颈，值得业内人士深思。在这一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，如何平衡演员状态与剧情美学，才是成功的关键。希望谭松韵在之后的作品中能够找到更加合适的角色，带给观众更精彩的演出。2. 谭松韵新剧搭档郑业成，剧照美翻天，却因这件事双方粉丝引摩擦。谭松韵在国内90后小花中发展的也算是不错了，她的《锦衣之下》以及《以家人之名》都获得了比较高的收视率。谭松韵在业内以及观众心目中的口碑也都很不错。近期，谭松韵和搭档郑业成主演的古装剧《蜀锦人家》也是正在热播。谭松韵饰演的季英英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，剧中的造型也都是美翻天了。而郑业成的古装扮相也很俊美，男帅女靓的造型从来就是很吸引人的，而且这两位的演技也都不错。但是没想到却因为这件事，双方的粉丝互呛，差点就矛盾升级。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原来当时剧组是出了新的剧照，但是却因为郑业成剧照的文案没有特别写上角色杨静兰的名字，结果粉丝直接冲进官博，开始了疯狂的模式，宣称剧组根本不重视郑业成，而双方的粉丝也再度因为咖位的问题发生了争吵。此次谭松韵再次出演古装剧，也是被人看好。虽然该剧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小摩擦，但是最近来看，各位主演的宣传和营销做得很到位。参加节目，几人之间的互动也很友好，看得出来主演没有因为之前的事情闹得不愉快，大家相处的氛围还是很不错的。相信大家正在愉快的追剧《蜀锦人家》中，也展现了大量的非遗东西。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最近是否有在追这部剧呢？